当地时间11月21号上午，联合国安理会将应美国要求开会讨论朝鲜试射导弹问题。七国集团会前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安理会需要采取重大措施，对朝鲜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做出统一和强有力的回应。而朝鲜方面警告称，美国越是在朝鲜半岛地区开展虚张声势的军事挑衅，朝鲜的军事应对就会越猛烈。有观察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10月18号携女儿和夫人现场指导了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也意在向内部传达核武是下一代的安全保障的信息。根据韩军发布的具体参数，火星17射程可达1.5万公里，采用多弹头分导式载具。一旦在目标上空成功完成弹头分离，可同步打击华盛顿和纽约。不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室室长金巨洛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还没有情报显示该导弹已经完成部署，形成战力。从这一次这个火星17的整个的试验来看呢，它采用的这个高弹道射程呢，确实比之前的导弹很有可能有一定的提升。而且呢，我们说既然提到了分导式多弹头，它能够在试验中去进行验证，那么说明相关的技术呢，这个朝鲜方面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但是这样的导弹的生产，最后到形成战斗力，要经历多次的实验。那么对于韩方来讲对于这个朝鲜导弹的技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考虑到韩方对相关问题的一贯的研究，这种判断的可参考性还是比较高的。半岛局势持续升温，美国在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第二天，即19号出动多架 B-1B 战略轰炸机，分别与日本和韩国举行联合训练，对朝鲜进行威慑。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当天发布消息称，在日本九州西北方向举行了航空自卫队战机和美国 B-1B 战略轰炸机的联合训练。福冈县筑城基地的第8航空团派出5架 F-2战斗机参加，美军2架 B-1B 轰炸机参加。共同社称，针对朝鲜导弹发射，日美连续2天举行联合训练，总计8架战机参加了联合训练。日本防卫省表示，训练目的是确认快速反应态势及加强联合作战能力。今后，日美也将保持紧密合作。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在美军 B-1B 轰炸机飞临朝鲜半岛的情况下，韩美两军实施了联合空中演习。演习中，美军 B-1B 轰炸机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负责护航的韩国空军 F-35A 战机和美国空军 F-16战机编队飞行，韩军 F-35A 和美军 F-16各4架战机参演。韩联社指出，这是美军 B-1B 轰炸机时隔14天再次飞抵朝鲜半岛，认为美国 B-1B 战略轰炸机的这次行动向朝鲜释放强烈警告信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强调，这体现了韩美同盟的压倒性战力和联防态势，以及美国对韩国提供防卫和延伸威慑的意志。B-1B 这样的战机威胁的范围是极大的，那么对于印太方向上的各个国家都事实上形成了威胁。美国进行相关的训练，不断增大的这个规模的机群那么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型号，包括之前我们说也调动了 B-2，那么现在的 B-1B 还有 B-52这一系列的战略轰炸机不断的这个区域去调动，而且我们说最近也在澳大利亚去试图建立新的战略轰炸机的基地。这些我觉得很多时候它不是说只威胁朝鲜，或者说它的主要威胁对象甚至可能都不是朝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美国方面的这种火上浇油的行为，那么当然会引发半岛乃至于整个印太的局势的这种日趋的紧张化的一个结果。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应美国等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召开公开会议，讨论朝鲜发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那对此您怎么看？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半岛局势发展到今天，似乎演变成了一个打不破的僵局，解不开的死结。这个僵局与死结，既是当事双方的，也就是无论美日韩给朝鲜施加了多大的军事压力，搞了多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都改变不了朝鲜的内政，更改变不了朝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相反，朝鲜只会用更多的导弹试射来进行回应。同样，无论朝鲜的核武器发展到了什么水平，是否研发出了可以覆盖美国全境的洲际弹道导弹，都不可能让美日韩取消对朝鲜的军事施压与军事演习，更改变不了美日韩对朝鲜以压促变的战略。除此之外，对于国际社会来讲，
这同样也是一个僵局与死结。它既包括无论其他国家如何劝和促谈，美日韩都会置若罔闻，也包括无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多少谴责声明，出台了多少制裁措施，朝鲜都会无动于衷。因为在美日韩事实上已经从经济和军事层面完全封锁朝鲜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的谴责声明与出台的制裁措施，其边际效应已经是接近于零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朝鲜外相崔胜基直接回怼古特雷斯是美国的傀儡。在我的印象中，这种现象应该还是第一次见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美国可以透过安理会对朝鲜施加道义上的压力与经济上的制裁措施，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全面恶化，以及美国在事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尤其是台湾问题上不断向中国发起挑衅，当前跟半岛局势密切相关的外围环境也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倾向于用外交手段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但最近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则明显倾向于采取不同的方式。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此前曾表示，虽然朝鲜发射导弹的行动导致半岛局势更加紧张，但也并不能完全割裂来看，因为这并不是由朝鲜自发进行的故意挑衅行为，而是对于美韩联合军演的一种反击。这些都意味着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已经很难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了。那既然联合国安理会很难就针对朝鲜的新一轮经济制裁达成一致意见，为什么美国还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呢？其实还是那句话，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超出半岛局势之外的外交目的。它表面上是针对半岛局势，实际上是为了印太局势与俄乌局势；表面上是针对朝鲜，实际上是在针对中国与俄罗斯。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美国这样做是想通过炒作半岛问题来给中国与俄罗斯施加所谓道义上的压力。假如中国与俄罗斯在安理会上顺从了美国的意思，通过了谴责与制裁朝鲜的新决议，那拜登政府就达到了离间中俄与朝鲜关系的目的。反过来，假如中国与俄罗斯拒绝通过谴责与制裁朝鲜的新决议，那拜登政府又可以以此来抹黑中国与俄罗斯，并达到团结包括日本与韩国在内的盟友共同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这样一个目的。而在朝鲜18号发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不仅欧盟与7国集团马上发表了谴责声明，正在曼谷参加 APEC 会议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还召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这些玩的其实都是同一个套路，也就是要以半岛问题为支点，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起盟友的危机意识，以进一步巩固自己与同盟之间的关系。当然，我认为拜登政府近年来炒作半岛问题更为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重塑美日韩同盟，也就是一个方面以此来调动起韩国国内的反朝情绪，为尹锡悦奉行的亲美亲日路线扫清障碍；另外一方面，这可以把日本装扮成为韩国两肋插刀的护花使者，可以掩饰韩日之间存在着的历史恩怨与现实的领土纠纷问题。而美国这样做，也在刚刚结束的20国集团峰会上收获了自己想要的成果，包括一个是美日韩3国领导人不仅举行了峰会，而且破天荒地发表了一份3国联合声明。23国同意实时共享有关朝核与朝鲜导弹方面的信息。这个也就意味着，在韩日情报交流协定因为2国之间的历史问题而名存实亡之后，美日韩3国情报共享平台已经取而代之。3国同意新设立3国经济安全对话机制，这也就意味着未来3国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将会走向机制化与常态化。也就是说，按照这样一种步调走下去，一度被搁置了的美日韩3国军事同盟构建又将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那么从中我们也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拜登一上来就要撕毁特朗普与金正恩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共识，重新启动在朝鲜周边的军演，重新炒作朝核问题？这背后的战略企图，就是要通过重新激化半岛紧张情势的方式，进一步把曾经意志不坚定的韩国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